大陆政府有每年的工作报告哈，由他的总理李强报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美国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哈。以前是美国讲这个话，现在变成这个大陆在讲哈。他们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4.5%到5%啊。另外呢，再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啊，促进这个统一啊。然后呢，两岸交流要融合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特别重视中华文化啊。那另外呢，它的国防预算呢1.9兆人民币，比去年增加7%啊，那大概是我们的9倍了。不过显然他们以前是我们的17倍啊，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国防预算一直增加，所以他们的国防预算比我们的倍数呢，算是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哈。那不过它也外界还有很多隐藏性的，你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有一些隐藏性的，比如在一些大军事学院啊，什么都不放在国防，或是退除役的预算也不放在国防，所以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些隐藏。那大陆的人大说呢，元首外交是不可代替的。换句话说呢，川普还是要来的，不可能因为伊朗战争我们就让他不来，人大是这样说的哈。那另外呢，李强的工作报告呢，说提到川习会是经贸斗争的成果，所以换句话说，川普为什么要来呢？不远千里而来是为什么呢？表示我们经贸打赢了，他非来不可所以呢，既然如此，现在看起来他并没有要推迟川普去访问中国大陆因为讲的话好像都是他来是我们的光荣啊。那另外呢，这个智库是说了美国跟中国都无意把伊朗问题牵扯进来，他们注意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而且很务实的哈。那另外呢，大陆的学者说，美军力量恐怕被削弱，因为中东的战火那另外呢，这个说呢，我们想买爱国者飞弹来增加我们叫做台湾之盾，但是会不会因为中东的战火，所以排挤我们的军购？就是他现在他爱国者飞弹做不出来他做出来的今天我刚才看一个消息说，做出来的数量还不如他每年消耗的数量，所以来不及好，我们看一下，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5%到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大陆全国人大5号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任内第3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定调大陆2026年的 GDP 目标，还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大陆当前面临了外部环境的冲击，同时仍有内需不振的问题，但对于军费的预算仍保持增长。解放军军费一向是大陆全国两会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根据5号公布的预算，大陆2026国防支出是再创新高，约新台币8.6兆，比去年增长了7%。面对内外挑战，大陆仍然选择扩军以及强硬对台。在经济放缓和地缘冲突的夹击下，台海局势恐怕因为军力扩张而更趋紧张，区域和平面临严峻考验。好，这个蓝轩怎么看？因为现在大陆正在召开两会嘛，这个两会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事实上是还蛮重要的了，会定下呢整年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尤其还又是15-5的一个开头就是说它是每5年就会有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它又是这个所谓的开局之年那所以呢，等于是今年的整个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拟定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呢，在这样那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上，他特别提到了有关于世界局势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啦那等于就是说，美国给了这个中国一个机会。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一次的两会之前，德国的总理梅尔茨去的时候，事实上呢，习近平也借这个机会说，哇，我们非常的主张呢这个多边主义，我们非常主张呢自由贸易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呢，过去美国所主张的，现在几乎是中国大陆全盘接收所以不管是在经济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呢在这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来看，事实上目前看起来的话，中国都有打算扮演一个稳定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
方的一个对比性了哦。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坦白说，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对他来讲啊，他有他自己人格上的缺陷，我真的这样觉得，而且他可能没。就是说，目前整个国际局势来说，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是拿你没办法哦。但是呢，不是代表心里面一定是完完全全的顺服，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那当然不见得是说完全的转而去投向中国大陆，但是呢，中国大陆因此所借由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当中的机遇之门，我认为他抓得很紧就是了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点，而且就是说他非常积极的运用那么一个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很疯狂的局势。那再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经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话呢，我认为川习会当然不会，不管怎么样的原因，不会停下来哦。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显然的，你很少看到它的经济成长率，它是目前下修到4.5%到5%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反映出来，显然的，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即便呢中国的科技部分、太空部分非常的长足的发展，但是呢，一些相关的制造业的部分、房地产的部分，还有地方的债务的部分，还是让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压力相当的大，他们的内部的一些内需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提振起来，所以对于尤其加上这个川普的关税，是显然的，过去这1年当中，中国大陆的应战啊，这个等于是起身应战美国。很吃力，就说他虽然挺住了，而且呢，让这个各个国家，包括欧盟也开始对他来说的话呢，就是可以使应啊，那不会那么完完全全的被吃扁，但是他事实上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代价，所以他这一次呢，等于是下修他的经济，所以他必须要去跟川普谈更多的有关于跟关税跟贸易有关的事情。好吧，大陆的军费我们刚刚谈了哈，这个相当高，是我们大概9倍10倍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也通过了国民党的案子，明天要复委，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答案非常明确，中国国民党支持对美军购，中国国民党重视台海安全，国民党珍视台美关系，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也从来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在条例中明确规定，只有符合美国对台军售程序 FMS 有明确的台海作战需求，且取得美方正式报价书的采购项目，才适用本条例。3500亿花的是全民的血汗钱，我们必须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楚，花得正确。来，洪薇。我想，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复委审查，那国民党必须提出自己的版本，所以我们最晚在今天的下午，就必须把我们的版本提出去。那当然，在这之前，大家可能看到，哎呀，好像很多种版本啊。那包括这个也是当时媒体有报道，好像党中央版本是3500亿元加 N， 那徐小新委员的版本8100亿。然后另外呢，当然也有林涛，有人说，因为林涛是朱立伦的子弟兵啊，那他提出来是9000亿。那当然赵大哥也有召开记者会提出来的是就是支持巧芯的版本呢，但是认为说我们可以先行除了3500亿之外，可以先行冻结。那当然版本非常多，不过因为我们到时候进入了这个审查的程序之后，那因为包含行政院版本、民众党团版本，那因为国民党团版本如果不一致的话，到时候可能呢就是大家就会分歧，那到底要由哪一个版本大家来做协商？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大家一个共同的版本，先由党中央先宣布党中央的版本，然后在我们党团内部呢，今天其实有充分的讨论。今天我们大概像叶秀委员也在现场，我们真的很多委员都有表达他们的立场。在我们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大家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推出3500亿加 N 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最主要的核心，一个就像刚才佩祥，他现在是我们的书记长，就是基本上它的前提，它要符合 FMS，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售的程序。另外呢，它有发价书那么有发价书就是确定它会卖给我们，而且这个品项非常非常的明确。那现在这个部分呢是111亿美元，折合新台币大概3500亿美元。那另外为什么加 N 我们会在条例里面非常明确的，也就是我们会有所谓的第2阶段那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美国只要再提出就是其他的军售，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卖给我们什么，然后有发价书提出来，
那么这个第二阶段立即启动，那这样可以使得未来我们整个的军购的程序变得透明，而且是快速。那当然，我几乎都可以预期哈。民进党也好啦，或青鸟也好，会继续说，你看你们就是挡军购啊，挡军售。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远的就是在过去我们的商购，也就是其实非常有名的商购呢，就是那个拉法叶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幻象。那么拉法叶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庞大的佣金，而且流向不明，甚至都已经闹出人命了。那是哇，搞了几十年之久。那所以我们也认为说，不应该让这些比较属于不透明、不黑箱，是不透明而黑箱的这样的交易，会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里面。那最近大家也看到。啊，什么卖茶叶的啦，什么卖球鞋的啦，卖马桶了，通通摇身一变变成军火商，然后跟这个国防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采购，然后里面不清不楚啊，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对象。那而且未来呢，我们采购法还要修正说，只要未来涉及国安的部分呢，都可以用这个所谓的限制性招标。哇，以后啊，黑箱作业不断。所以我们为了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军售，国外对台湾的军售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美国嘛，但是如果有其他国家，未来我们将来有其他国家会对台湾军售，它的程序也是如此。也就是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一定充实我们的国防实力，我们不会挡军购，我们支持我们的国防预算，但是。我们绝对不支持这种所谓不透明、黑箱，然后有一堆有人上下其手，甚至图利绿油油的这样的采购，这样才是对所有的纳税人是负责任的态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行政院昨天他又宣布。有3个立法院3部通过的法不附属，包括党产条例，说是为了救国团；中天条款，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是为了救中天，还有呢，还有一个我看什么啊？这个就是立法院的那个助理费助理费职权行使法，说为了呢这个救立法院的这个违规的就是助理费的这个委员所以呢3个他都不附属说这个严重违背宪法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这是毁宪乱政，立法院3读通过法律，行政院长怎么可以不附属呢？附属权是针对总统，平衡总统，不是平衡立法院的，你必须要附属啊，所以你是选择性执法。那另外呢，民进党团说你们不满意对不对？你们倒阁我们重选重选看你们还会多数你们不敢倒阁我们看一下，修正通过。1月底，在野立委法案大清仓，一口气3读通过，被称为中天条款的卫广法及攸关救国团妇联会权益的不当党产条例，还有涉及助理费的立法院组织法。不过这一次，卓荣泰跳过复议，直接宣布不附属。行政院完完全全的践踏了中华民国宪法，把附属权当作行政院的最强唯一的否决权。那他这样的做法就变成以后中华民国的法律3读通过之后要不要用，是看行政院长喜欢不喜欢，是看总统喜欢不喜欢。那是不是以后未来任何执政党、任何政党只要有机会执政，都不用管立法院的意见是什么？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也呛杀，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令都不能公布，不附属，朝野还要如何和谐？还是赖总统口中的和谐，只能够为赖总统知命是从。不过行政院也强调，政院当然尊重立法院职权，但当修法以严重背离宪政秩序与民主原则时，行政院作为宪政机关，本于宪法有责任把关。这一次不附属，正是为了守护宪政制度，守住法治，也守住人民权利。3个案子大家仔细去把它看一看其实都涉及到为特定团体或者说特定人来做一个解套，而且3个案子你去把它看，都涉及到诉讼当中，立法院的手大拉拉的就把它给伸进去了。是谁毁宪乱政？朝野都说不是我。燕秀委员。
这个就是行政立法一直以来的僵局。看到刚才庄瑞雄讲话的态度，还有包括卓荣泰讲话的态度，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行政院长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首长，照理说他就必须依法行政。他对于相关的法律案有意见，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工具，就是复议跟释宪2个程序来走。他就是对于立法院通过的法律，他就是必须要尊重。过去民进党也曾经在立法院人数很多，什么法律案过了，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不是每一条都过吗？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每一条我们不是都尊重他们吗？那今天的僵局是谁造成？但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滥用复议，其实过去当然我们有复议的解释，因为包括行政院长我们过去有同意权，但是现在的复议其实是用来限制当总统有不当的指示，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附属权哦。那但是现在民进党选择性的滥用所谓的附属的权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造成现在的僵局，而且民进党把所谓的台湾韧性，把民进党的真的是政党的韧性，把它解释成台湾的韧性，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但是我觉得这3个法案当中，包括中天也好，包括救国团也好，党产条例也好，包括救国团，我们大家都知道，蔡英文以前也当过救国团的讲师，连谢长廷的日文也都在救国团学。救国团现在到底跟国民党有多少的关系？其实我相信一般的民众都很清楚，更何况不论是哪一家媒体，中天这件事情，每个人其实都对于他所喜欢看的媒体也好，或者是自媒体也好，大家都可以。台湾其实之所以很民主自由，是我们都尊重彼此选择的权利。但是民进党用自己的手段、不当的手段去重新解释，然后去滥用所谓的附属权，我相信民众都看在眼里。那另外我要讲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军购条例，国民党的军购条例还是在3个原则之下。我觉得在3个原则之下说，就是第一个，它是不是符合我们台湾的战略需求？第二个，对于这一次军购条例，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当然就是维持台美关系，还有重要的是两岸和平。但是我要讲，民进党编列的1.25兆当中，有一部分当然是美国已经国会通过的授权，另外一部分是商购，另外一个部分是民进党自己想买。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视程序。你除了美国国会已经发给我们同意书之外，就是发价书已经给我们之外，有一些我们想买，是不是真的符合战略需要？还有再来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买得到？所以你现在编列1.25兆不合理。我们现在就是说程序上，美国已经同意我们买的，我们先给你。但是如果后续它有进一步的国会还有进一步的授权，我们马上编列第2阶段。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1.25兆是史上最高的军购预算，它接下来会排挤到我们哪些教科文的预算、社福的预算。我觉得立法院当然好好把关审查，也要让国人知道，因为买了这些、编了这些，包括后续的全售期、保养的费用会排挤到哪些。我觉得立法委员就是把关，所以我们好好的审查，让国人知道为什么我们给3500亿，当然后面加 N， 只要美国国会同意，我们立即马上就编。岳律师。我就像叶秀媛讲的哈，就是说今天其实行政院院长他在宪法上面，如果对于立法院通过的法律他不满意的时候，他其实只有2个权利嘛，一个就是提出复议案，另外一个他就是行政院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角色去向大法官申请宪法解释。如果大法官在这个过半数的人认为说这个时候需要做暂时处分的话，才可以停止法律的效力。宪法第72条也写得很清楚，立法院通过法律以后，总统在10日之内必须公布。这跟你行政院附不附属没有关系，总统有义务在收到立法院的咨文之后10日内公布之。现在总统把自己任命的行政院长不附属拿来当借口，说他不附属，所以我不公布，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这样使得行政院长拥有比大法官更高的法律违宪审查权。
大法官还要过半数的人才能够暂停法律的效力。现在只要一个行政院长就可以让法律根本不生效，这就会让成行政跟立法的整个监督制衡的关系失衡。宪法写的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现在是立法院受行政院审查，这个是完全荒谬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想之前也有讲过，上一次让行政权可以审核立法权的效力，由行政权决定法律要不要通过的这个权利呢，是在清德宗，好，就是光绪皇帝的这个清朝的宪法大纲才有这样荒谬的条文。好，那现在居然这样倒退100多年啊，回去说125年，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我觉得这实在太荒谬了啦。好，那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更悲惨的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一般现在念法律的人好像变成已经麻木了。好，因为他每天这样做，好像大家也变成习惯了。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政治学者在说，我现在要上政治学，我到底要怎么教学生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另外一个一个法律系的老师又说，行政院长是在宪法之下，而不是在宪法之上，他没有权利自己去解释宪法，变成宪法的主人。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不，基本上呢啊，就是说整个都搞得混乱的套了啊。以前我们的宪法虽然也是我觉得也很不满意啦，但是基本上他是说行政院长、总统提名要立法院同意，对不对？但是总统不是爱提谁就提谁哦，总统也要看立法院会不会同意哦。就是说，换句话就是立法院谁多数，我才能提这个多数要同意的，否则通不过的。哦，那所以以前的行政院长他有一个间接民意基础，他虽然不是直接民选，但是基本上呢，他是立法院同意的，立法院是选民选出来的，所以间接给这个行政院长有一个民意基础。那这个时候，行政院长如果说不同意总统的话，他可以平衡总统，我不服输你，他是要平衡总统的，他不是来平衡立法院，你搞错了。但现在因为行政长不需要立法院同意，所以行政院长变成等于是总统的跟班一样，总统叫他干嘛就干什么。哦，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情况，行政长把附属权用来对付立法院，这很荒谬，这完全毁掉了原来宪法设计的这个制衡的一个原则了。哦，变成这样啊。那你1次、2次、3次这样搞下去，真的变一个笑话，哦，真的是变笑话。就是你到底，你台湾到底在干什么？哦，然后呢，动不动就是要不然你就倒阁啊，我们来重选啊。问题他干嘛重选呢？你行政院长，你是总统随便任命一个就可以当行政院长，那很简单，随时可以换啊，跟换个衣服一样就换掉了。立法院是选出来，他为什么要重选？重选是要多麻烦，大罢免一次，你光看罢免一次已经劳师动众到什么地步，还要再重选吗？蓝轩。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事情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已经把这样的违宪当习惯了，甚至我觉得他把违宪当勋章。所以他认为他不附属哦，这个可以得到民进党支持者的一个喝彩哦什么的。所以我是真的非常严肃讲，我真的觉得立法院应该要谴责行政院长，因为我觉得已经到了有点太夸张的地步了。今天我们在讲说川普的违宪，川普的违宪，他到现在为止他的关税违宪，他也想尽办法去找其他的法源，不管是232条款，不管是301条款，就希望能够去取代原本被宣判为违宪的那么一个内容，关税的内容，就代表他知道自己先前的那个可能不见得这个真的是符合的这个最高法院的那个，所以他才去找一个合法的一个法源基础，他好歹还试着去找一个法源基础。但对于卓荣泰来说，我根本觉得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是一个默契嘛。你完完全全依照宪法去行事的话，你现在对立法院的法案有意见，你就跟他提复议。那问题是，其实因为他提过复议了，就被立法院打回票。其实打回票之后，宪法也非常清楚的规定，你要么就接受，要么就辞职。所以依照真正宪法去运作的话，卓荣泰早就不在位置上了，他早就不在位置上了，因为他复议他被拒绝了，所以他现在不敢再复议，因为再被复议，你就再维持原状的话，那你就必须再辞职。但是问题他就不想辞职，他就是赖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已经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已经早就不该像一个幽灵院长一样，他早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了。如果真正依法行事的话，更何况他还台大法律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还不断的就是不去提复议，而用一个本来应该去制衡总统的方式去提一个不附属。我真的觉得立法院，我真的觉得学法律的专家不能够因此就漠视他，习惯了，没办法了，没提条了。我觉得法学专家就请你联署嘛，抗议啊，不行吗？学法的，然后立法院就谴责啊，不行吗？要不然你觉得我们宪法放在那边干嘛的？就装饰用的吗？是真的装饰用的。大法官也一样啊，违宪你现在人不够了，一样天天开会，没有到天天啦，常常开会，一样做判决啊。
有这个道理吗？我觉得最荒谬的是呛国民党说，不然你来发动不信任投票，我们来国会改选。那现在国民党就有国会多数嘛，加上民众党，那假设改选以后还是多数，然后呢？那你新的行政院长我还照样可以不附属你、啊，我照样不附属嘛，所以你根本改选不是问题，重点是民进党不尊重多数民意嘛。不过说实话，国民党立法院也是没出息，我忍不住要骂你们。他居然这次让总统台顺利上台报告，以前什么时候让行政长顺利上台报告？我告诉你，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国民党立法院长，国民党还占多数那时候国民党多数，国民党的行政院长要上台报告，民进党就10几个委员闹得你天翻地覆。桌子都把你掀了，就是不给你上台报告，不闹你半天一天他就是不是反对党。总统台这样对立法院，立法院就还让他顺利，这次杯葛都没杯葛，顺利上台顺去报告了，连拖到下午都没有，当场就给他报告。立法院，我是总统台，我怎么看得起立法院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蒋万安说批准李四川3月10号离职，离职前还要举行一个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的那个什么社址那边的一个都市计划，那搞了很多年那个社址能不能解决我不知道了，但是就是说让李四川最后有始有终干到3月10号离职那蒋万安说呢，如果李四川能够当选新北市长，双北一定合作愉快嘛，对不对？是最好的给川博的礼物了或是川博给民众最好的礼物那因为李四川说最近被打得很惨虽然我起步晚，但是呢大只鸡慢啼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弟叫李世福被爆料说恐吓取财啦、勒索、回馈金啦等等追着打那所以李四川说我被打得很惨。事实上，弟弟他能怎样呢？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的政绩，李四川肯定说侯友宜就是少说多做，用成绩单说话，施政风格就这样，我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要跟李四川要跟侯友宜一样那另外呢，李四川说这个请辞投入新北市长选举，侯友宜说他会全力配合。规划跟辅选会全力来支持那另外呢，国民党中常会也通过云林、花莲、金门县长选举的征召案3个，但是3个女将了，但3个其实都有一点麻烦那在花莲民进党已经要结合原来国民党现在无党籍的议长，这个议长呢跟傅昆萁是死对头那另外呢，我记得那时候议长叫我去，然后呢傅昆萁就知道我去，两个就为这个事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是我想大概国民党人都知道所以花莲麻烦。金门虽然呢唯一这个陈玉珍但是呢现在那个杨这个原来的这个花莲的在金门的杨正武说他还是要继续为金门服务，他怎么服务呢？似乎就也想干想干到底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杨正武说绝不缺席，而且我寸步不让那另外呢，你现在彰化也有问题，对不对？姐弟在那边争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这个年底的选举能不能像上次县市长选的这么顺我看挑战性蛮高的。新竹县也可能有问题这个到底陈建贤跟徐信义2个到底怎么产生那个候选人？那没有被产生的，会不会要这个坚持参选，寸步不让，又构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川博日前也就已经正式向我提出辞呈，那为了让市政衔接顺利，我也正式批准川博3月10号离职。那双北合作就是给川博最好的礼物。从来没有休息过，唯一一个最好最佳的人选就是我们在座的李四川川北亮哥。喊出力挺李四川就是力挺新北市。轮到李四川致辞时，他狂赞侯友宜的市政颇有营造接班人的味道。侯友宜市长其实跟我差不多，少说多做。他从不争取所谓的声量，而是用成绩单来说话。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让
新北市继续延续他的施政，好不好？好。只不过，相较民众党的黄国昌以及绿营苏巧慧，李四川至今尚未正式请辞台北市副市长投入选战，部分民调数据更被苏巧慧反超，基层担忧起步太慢。再加上被踢爆弟弟李四福是环保蟑螂，未战先伤形象。这几天我被打得很惨，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啊，你这么慢，要赶快一点。”但是我要跟各位好姐妹报告，咱台湾人讲，迄个大家哦慢提啦，尤其阮做工程的人，一定要把基础打好，厝靠我就要起愈来愈悬。传出3月10号正式辞职，李四川说自己是大只鸡慢提，安抚基层，再等我一下，马上参战。国民党正副主席一字排开立拱战绩，为了女力连线，蓝营通过第2波征召，推出云林县张家俊委员、金门县陈玉珍委员、花莲县游淑珍乡长3位女将将挑战2026县长大位。西海岸有卢妈妈，东海岸有尤妈妈。按我们家俊讲出来的话，就是那个圈股年长一样。在立法院有冲突的时候，有玉珍在，我们就不怕打。只是这其中金门跟花莲征召过程都有杂音，像是金门前县长杨振武就发文写下该挺身而出的时刻寸步不让，今年绝对不会缺席，更批评初选有党务委员刻意操作。那我相信，我们杨振武同志会做出最有智慧的这个决定。我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我自己，我想我就是必须要自己更谦虚、更努力哈。而花莲不止过去争取初选的前市长叶耀辉认为初选不公告上法院，过去曾是国民党籍的议员魏家贤宣布参选，议长张俊也将在下周披战袍参战。游淑珍要怎么突出重围？我相信乡亲的睿智，也相信民主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团结，还是要努力再保住花莲的蓝天。新北到底怎样？乔慧委员呢是真的很认真啊，我们看到他到各地方，他其实真的来者不拒，各个行程他都跑，用力跑，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在基层的反应上面是越来越加温。特别最近其实有一个他的影片是非常非常红，就是他会边唱歌，唱他的这个非常红的这个主题曲了，已经算他主题曲《粉红超跑》，边下去跟民众打招呼。那对于这个民众来讲，会觉得说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特别，说哇，这个一个市长的候选人不只是这么勤劳，还可以这么亲切到这样的程度哦。那所以我觉得本来这个民主的选举就是常态。今天无论是这个李世川他什么时候准备，他什么时候投入，我想我们就是绿营苏巧慧跟我们绿营的团队，就是用我们一步一脚，用认真、务实、亲切、亲民的态度来接受任何的挑战哦。那我其实自己比较想要谈的是这个金门的这个杨振武前县长哈，因为我过去其实有到金门去这个参访过，其实就连我这个绿营的人都对于杨振武县长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除了他这个年轻，而且其实他也是比较算来者不拒的，即便我们今天是这个绿营的身份去参访，他也是竭诚的接待。那特别他跟我们这展示非常多他在青年这块他的着力之身哦。从青商啦，然后特别很多这种文艺工作者到金门去工作，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对我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那我们确实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蓝营在很多的这个县市，现在提名可能是算顺利，可是都暗藏了茶壶内的风暴。那可是对于我觉得绿营来讲，我们还是要去讨论，就是说到底在这些国民党有内部争议的县市当中，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是不是能够杀出重围，能够用我刚才讲的认真、务实、亲民亲切的态度去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赖清德对王定宇的事情呢要重化啊，所以应该有个更高标准自我规范哈。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说乱讲，不是派系内斗，跟永援会啊什么派系无关，而且呢，这个赖清德只是有感而发而已。那为什么有感而发啊？有什么感而发啊？
那另外呢，因为王世坚也被扯出来啊，所以王世坚就说我已经被枪毙10几次，你们要把我枪毙多少次？哦，杀人不够头点地，还要怎样？哦，那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那王定宇能够听得进赖清德的道德诉求吗？我们看一下。哦，我已经被枪毙10几次了。这页想翻过去真的有点难。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很无奈，因为昔日婚外情又被翻出，全是同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出夺人小三，要拔去他的中常委，可以，但是必须有一个程序，主席可以做一些道德号召。是否透过中评会开闸王定宇的中常委身份？王世坚认为，按照程序来，此事也让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会议上说重话。我光看就知道，那个赖主席的做法一定是这样嘛。哦，担任主席的那一定是要讨论什么事，那当事人要在场，请徐国勇秘书长多加那个呼吁。所有从政党员的言行都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自我规范。赖主席要党员言行高标准规范，但见证了王定宇就这么巧，出事后的一天缺席中常会，因为4号一早飞往东京。好像是。戴口罩走向登机大门，王定宇跟中职会长蔡其昌，还有这一次担任中华队为球投手的陈伟英同团前往日本为 WBC 应援，去帮 WBC 加油。我们跟日本国会还有某一些内阁层有一些讨论。但有没有觉得有点孤单呢？因为有媒体报道，王定宇原向蔡其昌索取2张 WBC 门票，要与世界女主角医美集团前执行长一同到日本观赛。但在事件爆发后，女方取消行程，但王定宇就算爆出桃色风波，抵挡不了到日本为中华队加油。来，大律师。哎呀，我觉得其实。当然，如果照王委员的说法，他早就已经离婚了的话，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问题啦，因为通奸罪本来也就早就已经这个去刑责化了嘛，哈，然后也只有这个民事求偿的问题。那看起来他如果又已经摆平了他的原配，好，双方都已经离婚了，看起来问题不大，只有道德劝说的问题啦。好，那我当然也看到一些阴谋论啦，说是因为大安文山区的这个议员提名，然后新潮流提了2个人，好，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就是因为这个议员提名呢，牵动民进党的派系斗争。本来王定宇打算要讲话如何如何。我觉得那个太阴谋论了，我不知道哈。但是回到这个事情，我觉得王委员可能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就是上次赵天麟的阴间不远嘛，是不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人物还是要小心一点。等一下喽。我觉得王定宇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台南，那他是台南赖清德的本命之地。然后这一次台南的县市长的选举，对台南对于民进党来讲，其实是有点困难。那台南的事儿本来就多，那王定宇基本上是累犯了，就是大家就说他在桃花源里面，从过去的8000岁到现在。那这不是我讲法律的问题，其实那他本来是他家务事，但是他纯粹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在所有的公众人物的，尤其政治人物的私德上面，民进党的标准到底要切在哪一条线上面？老实讲，这个是赖清德自己要做判断，因为台南是他的本命地。如果说今年底的选举，如果台南有个闪失，因为可能性是很大的，台南有个闪失的话，账一定就是算在王定宇跟赖清德身上。赖清德作为现在的领导人，现在的民进党的党主席，去年的大罢免、小罢免，赖清德几乎呢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算了。但是现在呢，碰到的就王定宇的事件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呢，这个是什么派系斗争，我不懂啊。这个呢，反正大家的想象力呢都很丰富。可是赖清德作为党主席，台南作为你的本命之地，而王定宇本身现在在民进党里面的角色，你到底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标准去处理？因为轻了重了，其实都很麻烦。因为民进党这个层出不穷，如果
连过去的卫福部的这些的高官，他基本上面呢都可以呢，都可以小三生孩子呢，都无所谓的情况下面，那你要如何去处理王定宇？我理解民进党的困难，民进党现在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除了觉得又来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因为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处理呢都不对，所以呢就只能够呢闷着头等大家呢就是闲聊到大家疲了，事情过了，然后呢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渐渐的淡掉，不要期待呢赖清德讲完话之后会有怎么样处理，我认为要期待民进党处理是不可能的。那位置，我想这个，我觉得绿营呢，我们确实在这一题上面，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从政的同志是用更高的标准，然后那不过当然就说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然后那这个多元开放的社会的价值，陈如刚才律师在讲说这个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私生活的领域，好，那这个是不是要放在用这么样这个放在镁光灯下用这么样高标准去看？好，我想这个从政人物，当然我觉得第一个是用高道德标准自己。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政治人物的这个是不是受选民信任，是用他在问政上面，他是不是会做事，他在公共领域上面的付出跟贡献。好，那所以我想这个王定宇委员他当然这件事情大家也是有蛮多讨论的。不过如果要牵扯到更多这种什么派系啦，或什么阴谋论，真的是大可不必啊。所以你说跟派系无关？完全无关，完全无关。而且我听不懂刚才那个大安文山逻辑是什么？我也对。好吧，我也觉得那个什么派系斗争太扯了啦哈！我觉得王定宇因为他的这种绯闻呢，他可以算是惯犯了哈，就是这个实在太多了，所以恐怕第一个，你看民进党很多的民意代表啊哈，那个为此我们看没有一个人声援他了哈，可能很多人在羡慕他。那赖清德也说，哎，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当然他就质疑嘛，那你现在民进党是变成桃花党了呢？哈，甚至有人在笑说，哎，怎么好像民进党的很多这些这个绯闻啊、外遇啊、不伦的这些男委员，怎么都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王定宇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罗致政是国防外交委员会，他以前赵天麟也是国防外交委员会。我们说国防外交委员会在民进党是桃花窟吗？哈，这么一连串的这样子的这种绯闻案件层出不穷，那所以赖清德说，哇，我们要用更高标准。我不晓得从此以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说你至少对家庭忠诚吧，你要对你的配偶忠诚吧。那我觉得王定还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即便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或者事情中间，他继续的事实上有在说谎，而且故意模糊焦点。好，比如说。大家讲说不是说有什么在看到一个背心嘛，在豪宅里看背心，所以另外一位那个男性就非常生气，然后就跟媒体说啊，我平常跑团都不穿背心的啊，结果立刻网友就把它弄出来，哎，你陪什么赖清德不是都穿你的那个名字的背心吗？啊，你陪蔡英文不是也穿着名字的背心吗？可见你平常是穿着你的这个竞选背心的啊，他怎么会这样讲？好，还有呢，就是事实上这个周刊也把它比对出来。当时去年他在信义区的豪宅，他人在里面哦，我也不晓得，就是里面的温柔乡吧，哈，哎，结果在他的脸书出现了说啊，早安哦，这个美好的一天啊，我现在开始上工了。然后那个画面呢，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哎，信义区过去是我的选区啊，哈，我现在也找不出信义区到底有那么一大片的稻田，可以说你早安，我上工了。我意思就是说你。政治人物，其实你不要在这边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一直在牵拖。然后呢，你现在在讲，就是说他第一个他没有出席中常会嘛，那还有他总质询都改书面质询啊，结果我其实被受波折啊，因为我刚好在他后面，你知道吗？我们都好排好时间的，突然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通知我们办公室说，哎，王委员要提前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突然改成书面质询了。哎，我意思是说，你该去质询你不去质询，你该去开中常会不去开中常会，然后当然啦，你现在去帮中华队应援，不过现在不是传出来，本来他不是要2张票吗？
我知道很多的这个球迷啊，1张票都很难哦，他还可以要到2张票，而且另外1张票传出来是另外就是这次卷入就是夺人小三的，让大家觉得真的好羡慕啊。燕秀，我觉得讲到说。大家对于民进党在这道德标准上，我觉得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民党男立委的身上，可能就不是这样放过。对啊，死定了。过去我们有几位委员哦，那但是我觉得。王定宇在陈亭妃崛起之前，其实是蛮看好形象在台南，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在感情的事情上一直没有处理很好，不仅是伤害他自己，也伤害整体的民进党哦。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在看到底赖清德后续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道德标准，这不是叫多元价值。刚刚魏子讲说是道德标准，这是多元价值，我觉得这不是。蓝轩。对啊，我觉得要看就是第一个，这个赖清德已经说了嘛，就是说要有更高的标准自我规范。那话都已经说了以后的话呢，如果王定宇没有自我规范的话，或者怎么样的自我处理的话，会有损这个赖清德的威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王定宇他讲的很多话，虽然是私德的问题，但很多东西他是造假，还蛮虚伪的。坦白讲，他说这是选民服务。我不晓得大家听得下去吗？就是选民服务到这种程度哦，所以你只能说，你他吃定了绿营的选民。说到底是他吃定了绿营的选民，因为他这样子，他其实不是一次